休得猖狂！法山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萧师兄小心，这女子是合欢派的妖女，厉害的紧。这位公子，不知与我有何仇怨？一出手就要置小女子于死地吗？想必姑娘就是大名鼎鼎的妙公子金瓶儿吧？哦，你认得我？久仰大名。天音寺与我青云门同属正道，在下与姑娘一战，也是分属应当。不知公子是青云门哪一脉的高人？不敢，在下青云门通天风萧一才，这位是焚香谷的嫣红姑娘。啊，妖女，有意思。三人三派，也不知道这异宝最后会分给谁家。无论如何，绝不会让异宝落入魔教手中。哎呀，我也不服老不行啊，才多走了一段路就开始喘了。你还在给人看相？小环，你到旁边去，等爷爷叫你再回来。快去！对不住道长。道长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何以苍老至此？我本非修道之人，倒是你本不该。你女儿的事，我听说了。当年我们还年轻时，你曾用天罡神算为我卜过一卦，可还记得？你说我命格杀气太盛，刑克妻儿，结果我中道丧妻，膝下无儿。果然一一应验。你我皆是半截入土之人，我还是有话直说。你说，老子哪懂什么天罡神算呢？当初那些话是我气不过你那一副志得意满的嘴脸，故意胡说八道骗你的，你就不必老念着了。什么？人生天地间，如白驹过隙，以后不知何时再会。你多加保重。老夫我活得甚好，倒是你仇人满天下，多操心自己吧。爷爷，他是……小姑娘，不认识我吗？你就叫我万人网吧。天涯路，从来远。
儿女义，向来痴。天高海阔8万丈，芸芸众生尽无福。看天下人皆为棋子，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局中之人？宗主向来最信任鬼力，为什么向他隐瞒我们的来意？我传他天书真法，原以为至少30年才会有成，没想到他道行一日千里，只用10年便有如此修为。贵王宗若有此人接班，前途必定不可限量。只是……一定是医宝现世的征兆，快追！这次金光身势远胜从前，恐怕医宝就要现世了。你为何不杀我？张师弟，就灵魂倾听。10年前雨晴殿上，你又为何不顾一切维护我？为我说话。你还是当年的张小帆。陆师姐，小心！不是你曾经否定你，翻越你无数年纪，一直难听，如依旧经历。然此刻，从前眼前无情，少年气如流光散。你回来吧，张师弟。这个名字，我很久不用了。你会杀我吗？我会的。所以你能杀我的时候，也尽管下手。回去，我已经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金芒现世，黄鸟必出。可黄鸟乃是上古神兽9天灵鸟，我们真能对付得了？
三妹何必多虑？想当年东海流波山宗主与伏龙顶上的困龙雀成功收服了魁牛，可见顶上记载的四灵血阵，确有鬼神莫测之力。宗主雄才伟略，我自然信服。可这四灵血阵，我总觉得太过诡异兄弟。三妹，此事轮不到你我智慧。自碧瑶出事后，宗主性情变化很大，我们做下属的，还是要多注意一些才是。是。原来他们的目标也是一帮。什么声音？哪里来的妖怪？奇怪，这里连一只动物都没有。这些树，只怕没有上千年，也有数百年了。这林中怎么会出现一道木墙？难道……这木墙竟然是一段树根！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走吧，且让我们好好看一看这棵树。恐怕那件异宝就在这棵巨树之上。
小辉，我们走吧。看来异宝就在里面，我要。我不会让这异宝落入魔教手中，残害更多无辜之人。那可不巧，我正是要夺了这异宝，去杀更多的人。我不想与你动手，让开！你杀了我，自然就过去了。气化石凤，使命为剑。一心无望，请一踏雷。乾坤无影，风掌天射。你既入了魔道，为何还用青云道法？青云道法，魔教邪术，我一样拿来杀人夺命。你看如何10年前是我败了，今日再来请教你的佛道魔3家真法。好啊！两仪化生，娱乐。地水成诗，冲向！须弥那将无偶胜，明水回流，取胜！四象为百川入海。日明明晰，万法突灭。
泉水无波，灵兽。不过10年间，你竟已突破上清境界，只怕当年的青叶祖师，也不过如此吧。他的青云功法中隐含佛门真理，难道他在修道一途上，走出了前人未走的道路吗？正道人多势众，这个人若是再出问题，我可有些麻烦了。你还好吗，小凡？你，青羽，鬼力公子，想不到你早就到了。不知那件异宝你可到手了？喂，你还好吧？合欢派高手众多，怎么此处就你一人？哼，怕是我多带几个好手，外泽的手下就死得不明不白了。我们互相提防，反倒让正道占了便宜。我来时困住了3个正道之人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来的。你我暂时合作，如何？好啊，此事过后，你我再说。这妖女当真可怕，多谢法相师兄。张师弟，我叫鬼力。小凡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一直都还当你是……阿弥陀佛，曾师弟慎言，有些话，万一被你的青云长辈知道，只怕要有重罚。糟了，是那畜生，他竟然上来了！怎么回事？方才我们在下面就遇见了这可怕的怪物，我们这点道行就只有逃跑的份，结果和李轩师兄也走散了，没想到他居然会爬了上来。是为了保护中的东西来的。阿弥陀佛，这黑水玄蛇乃是上古魔兽，非人力可敌。我们还是快走吧。
你不惜一死也要阻止我。回来此处灵气之盛，竟连花木都不能受玄蛇波及。呵，有此天地灵气相助，必能事半功倍。小凡，陆师姐，怎么会？就慢了一步，快救人！我和法夏师兄引开这畜生。连你们也来了。这位妙公子心思缜密，敏锐果决，倒是不可小觑啊。我们抓紧布阵，不要误了宗主大事。是。小凡，陆师姐。林师弟，你的伤，我也是。这孽畜的毒液厉害，不可力敌，快退！如此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宝库中不知有何宝物，让他如此不舍。有他挡在门口，我们是断然过不去。啊，这又是什么？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九天灵鸟？黄鸟？我的伤好了。你心中苦楚，天知我知。弟子陆雪琪愿以性命担保。
这是哪里？我记得我们飞进了宝库，是你救了我。是你自己命大，在石门关闭前飞进来的，所以你不欠我什么。如果要杀我，尽管动手便是。真的是传说中的黄鸟。恐怕他就是这宝库的守卫。这两只上古异兽相斗，我们就更没有机会了。小凡和陆师姐，看来我们伤势复原，都是这宝物的奇效。你别碰它！我要这东西。你若想得到它，除非先杀了我。3卷。
天书玄奥高深，若未修习前2卷，根本无从着手。即便如此，仍有几处关隘，难以参悟。威势，不愧为上古神兽。全力护阵，静待时机。黑水玄山的天敌，小龟，这银尊来了也插不上手吧？
来的怪物？燕师妹可曾见过？选手走了，想必是宝物遗失，他也不愿再招惹黄鸟这个天梯。您看，这灵兽看来不会善罢甘休了。 必须找机会挡住他。快走！阿弥陀佛。去法阵。小心，那是伏龙鼎！你也来了。
宗主，方才此事我们回头再说。倒是这4人，你说我们该如何处置？歇会儿。哎呀，道长，你也来歇一歇吧。我说野狗道长，你跟着到底图什么呀？啊？我也不知道跟着你们干什么。道长，你该不会无家可归吧？我生来丑陋，被父母当作妖怪丢到野外，自生自灭。没想到我居然被一群野狗喂养大，所以我懂事后一直自号野狗。后来，炼血堂的一位前辈将我收入门下，从那以后，炼血堂便是我的家了。切，那你怎么不回炼血堂啊？炼血堂被灭了。什么？带头者就是鬼力。那你怎么还跟着他？当时，此3人道行深不可测，即便我等拼死相斗，也绝无胜算。小凡，你会怎么做？既然宗主驾临此处，一切事务自当宗主决断。我说过，此处一切事情由你做主，你要怎样便怎样。消魔邪道，要战便战！此人便是林惊羽吧？你那个童年好友。你说吧，怎么做？此间大事已了，这些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不必理会。先将黄鸟安置好，才是当务之急。宗主，副宗主说的不无道理。万都河淮2派人马虎视在侧，持恐生变。既如此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便是。张师弟，我叫鬼力。小凡，你何必如此？
你当年为奸人所害，才误入魔道。只要你肯回头，以道玄掌门的胸襟，必定会有你重回青云。我为何要回头？阿弥陀佛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条路我走得好好的，不用你们来救我。你，他入魔已深，操之过急，只会适得其反。鬼力施主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总是有一段渊源。此地诸事已了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等一下，何事？别这样嘛，反正不管你怎么想，我还是把你当朋友的。那个，让我抱抱这只三眼灵猴好不好？小辉，是我呀，还认得我吗？啊？他今天也累了，日后若有缘。日后若是正邪对决，你我道魔殊途，你尽管下手便是。但我心中也当你是朋友的。大家兄弟一场，10年后重逢，送你一份小礼。你要是不想我们两个身败名裂，就不要大声说话。走了。曾师弟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佛曰：不可说，不可说。此间事已了，我们赶紧去和其他人会合吧。我们也该走了。